好，那我们呢来看这个逻辑推论。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在前面看了很多的这一个代数的部分，那整个的后续的整个证明还有包括整个的一个在做我们叫做 logical thinking 跟那个 problem solving 里面的那些inference 非常的重要这个逻辑推论。那逻辑推论这个其实是就是说在我们 computer science 里头的话，最重要就是在所谓的叫做 propositional calculus 跟那个 predicate calculus，也就是说大概在1970年到1985年中间差不多10几年的那个人工智慧主要的这一个的基础这样。那它那部分的话就叫做符号逻辑英文叫做 symbolic logic。那当初这个李嘉彤教授跟他的那个在博士班伯克莱的那个同班同学，还是反正 anyway 是同学，一个叫张清良教授，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那个 symbolic logical， 那个非常的有名是当初我们在那个年代搞 AI 的人都要读的那个 Bible 的课本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那后来为什么会到了80年代的中期就被 Neural 又败部复活？那包括延伸到现在的那个深度学习种种这个整个的目前取代掉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整个的计算复杂度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那个明确的那个被表现出来那因为这个逻辑推论一般来讲的话，它是属于那种NP complete 或者说 exponential order 或者 exponential 的计算那我们这一门课一系列的课程最主要要告诉各位就是未来我们会导入这个量子计算那它包括量子程式设计有没有？那一些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掉我们现在这个属于NP 的问题，或者这个 exponential 的 order。那所以我认为逻辑推论的话，应该在未来的几年应该会再败部复活。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思维从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他们开始建构这种逻辑思维，是人类最严密最严谨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型那是因为那个computer 的 implement 没有办法 implement 就把它放弃，这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有一天那个这个 quantum computer 再起来的话，我想这个将会是最佳的选择这样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让各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开始来投入。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若 P 则 Q if P then Q 这样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学这样的一个逻辑模型这样我们来开始看一下好，那我来开始来帮各位做一个讲述 P 推 Q P 推 Q 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严谨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一般我们就叫什么？我们就叫做 proposition那中文把它换成叫命题那这个前面这个 P 呢叫什么？叫前提 antecedent， 它叫前提，有没有？叫前提那这个呢后面这个叫什么呢？叫结论consequent consequent所以这个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因此整个的一个推论架构就那么简单它有一个前提跟一个结论，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命题命题。那在这整个命题里面的话，就是说 P 跟Q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两个一般我们就把它叫什么？叫命题变数，叫 proposition variable proposition variables你可以把它叫 variables。那原则上是属于什么呢？ true 或者是 false。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什么呢？ true for false。有没有？哇，这个就变得很简单了，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架构这样好，那 OK， 那这个可是这个若 P 则 Q 它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它有一大堆的，在我们早先修这个人工智慧的时候，这些都会要上到，那现在你们都不上了但是我猜它有一天一定会败部复活。P 推 Q， 好，那英文叫 P implies Q。好，那好，那这个中间可以看出来，就是 Q 的话这个意思什么呢？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condition 有没有 condition of P， 也就是说 Q 是 P 的必要条件所以这个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必要条件？那相对的呢，反过来看呢，因为这些名词都是他们在做这种有甚至有人叫理哲学他们所很强调的所以 P is 什么呢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什么呢 ？Q 所以这个叫充分。前面是必要，那现在是充分，有没有？哇，好简单！因为我已经把它简化掉了。因为你要上那个 propositional calculus 跟 predicate calculus， 绝对要上好久，要上好几个礼拜。那现在我们就很简单那中间简单的那个计算过程呢，我来做一个很快的说明一下这样比如说增值表里面有一个叫 not 能不能看出来not 的话，一般我们讲说这个有一个 P， 我就变成什么 not P， 那有人把它写成叫 not P， 有没有？那有时候我们会写成not P 这样那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unary operation， 它是单一的一个什么？单一的一个 input 所以一般我们画增值表这边是我的 P， 那它两种可能一个是真，一个假那如果 P 的not P 的话呢，真变假假变真这样所以这个是非常容易了解的一个状况这样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个 or operator 就是我们一个 or 的 operator 能看出来，也就是说我有两个 P 这样子这个 P 这个它是 or operator 有没有它会是变 Q那有时候我们会写 P or 怎么样呢 or Q 这样所以这个种种的写法，那它是什么？它是 binary operation那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代数系统，它们都是 binary operation， 那这些会形成我们叫做 Boolean algebra 布林代数就是我们后来在逻辑设计课里面什么 Queen McCaskey 什么 Cannon Map 那一大堆的那个罗瑟里面的那些东西好那所以我们其实这些东西都跑不掉的只是说现在比较不用它变成是一个 programming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怎么去看它的增值表比如说我有两个变数 P 跟 Q， 那它就是真假那这个是真假所以呢 P 或 Q， 那只要两者中间有一个是真，它就是真，所以这个真，这个真，这个真，那两个都是假，所以它是假，所以它是一个 binary 的一个operator或 operation 都可以。那我们还有一个 and 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and operation， 就是它是什么？它是 P 且 Q 或 P and Q， 那你可以写大写的 and 都可以那它也是一个什么？它也是一个 binary， 它也是一个 binary operation。好，差点被我挡住了这我们在录课程的时候，这个也要自己娱乐自己好，所以这个因为这边没有学生在跟我一起录没有所以我是蛮强的，自己当导播没有。好，那一样，它的两个一样它就是真假那真假那 P 且 Q， 所以那必须两者都是真，它才是真的，所以唯一是这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因为 N 嘛，N 所以它是一个binary operation。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东西，那会常看到一个 implication 就是说 P 推 Q，那前面已经讲过什么 P 怎么样呢 ？implies Q 这样那事实上它也是什么？它也是一个 binary operation， binary operation， 因为它需要两个变数嘛，有没有？好，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叫推论有没有？好，我们就把它
缩起来，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它的真值表长得什么样啊？那 PQ 推到 P 推到 Q 啊，一样真真假假真假真假，有没有看出来？那原则上因为这个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高一就开始学，很多同学就没有办法。那后来我就有自己想的一个方法，真推真啊，这个是天经地义，一定真。那真推假，那当然是假嘛，怎么会推成是假的？那假推真表示你这个人很神勇，资料不够，但是你也可以把结论推出来是真的，所以它是真的。那假推假就天经地义，就是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推论过程，所以它是真的。好，同学就把这个先记一下就先记一下，就是说原则上P 推 Q 的话就是真真为真，真假为假，假真为真那这个假假为真那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前提是真这个结论是真，这样的一种推论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做 theory proving。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一些什么？这些都属于什么样呢？只是逻辑怎么样 ？logical equivalent， 逻辑等价而已所以这种一般来讲，在证明的话是不 OK 的不 OK 的。所以证明的一定是前提要真那推出那个结论是真的，这样的一个推论的结果才是真正叫做定理证明，叫定理证明所以这个基本的理论要弄懂一下。好，那我们下一节会来讲说这个一般常用的那个证明的方法有没有？那一般常用的证明的方法里头的话，有很重要的这一个逻辑架构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架构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说这个 P 好，我现在不要用红色的好P 推 Q 横等于怎么样？灰 Q 推到灰 P 所以我现在把它改成用这样比较好写，用这个灰它等于灰 P 或 Q。这三个是逻辑等价它们三个是逻辑等价所以那我们来看这个逻辑等价它到底是长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就来做一个真值表。那这个是当初在玩这个 propositional calculus 跟 predicate calculus 怎么去填真值表那个有一阵子因为那个时候李嘉彤教授在主持那个清华的计算机管理决策研究所那简称管测所，很难听，所以后来他们改成那个资科所，资科所又有竞争输给资工所，所以他们最后才改成资工所好，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因为他是 symbolic logic 的那个大师，所以那一阵他们的研究所入学考题几乎每一年都会考这一系列的题目好，所以 OK， 那我来看看它为什么三个是逻辑等价这个叫做 logical equivalent， 逻辑等价，你们看出来逻辑等价那为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真真假假真假真假。那因为我待会我会用到 Q 的 not Q 跟 not P， 所以我这边就把灰 Q 也写出来，灰 P 也写出来。好，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针对 Q 来看，真变假，假变真，真变假，假变真。那对 P 来讲的话是假假真真好，那我首先我要看我的 P 推 Q 我的 P 推 Q， 那 P 推 Q 刚刚已经讲过了，真推真是真，真推假是假，那假推真是真，假假是真。好，那再来看怎么样？来看灰 Q 推灰 P， 那等于说你就是看怎么样？看他来推他嘛，看他来推他有没有？所以假推假是真，真推假是假，假推真是真，真推真是真。你发现他们的真值表是一样的呢，有没有？真值表是一样的那再来看灰 P 或 Q， 那灰 P 或 Q 就是看灰 P 就看这两个，那有一者为真，它就是真，所以这个呢真假为真，假假为假，那真真为真那假真为真。你发现
它的真值表也一样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叫 logical 怎么样 logical equivalent。好，那如果说你名词就 logical equivalence， 那如果是形容后面叫 logical equivalent。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这一种式子的写法，这种式子写法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logic 这个 expression 逻辑表示式。就像说我们在修罗瑟的时候，你那个做出来的 NO NOT 的那个 circuit， 那它有很多的 N gate、O gate、NOT gate， 那你就会把它用那个这个一些这个比如 Quinn-Markowski 或 Karnaugh Map 的方法去把它minimization 把它最小，把那个最佳缩小化。那中间那些 gate 就会跑来跑去就是 N gate 的个数O gate 的个数 NOT gate 的个数就会变化。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变来变去，他们的那个后面的那个什么布林的那个行为映射是一模一样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 logical equivalent。那所以它们表面上就有3种不同的什么逻辑的那个表示式的表示式，所以本质上它是一样。那我们下一节就会讲说这3种的表示式都会有不同的怎么样？不同的这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们下一节就会讲说，第一种 P 推 Q 的话就叫做正正法我们就叫做正正法，就我们就叫正正法这样然后呢灰 Q 推灰 P 就叫反正法，那灰 P 或 Q 呢叫矛盾正法。所以我会举一个例子用3种正法都可以正那个例子是当初在不小心找到的一个例子有没有？那怎么来的？那下一节再跟你们做说明这样所以原则上就是说整个我们是理工的学生的训练，就是这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要在短短的6到8节课就要教会你们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入门的东西要让你们感觉说对你们后面的很有帮忙。那尤其我们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你那个衔接教育要进到大学来，我这个也很欢迎你们来受过这个量子电脑这一系列的课程这样所以基本的这一个数理的能力还是要养成那按照我多年的经验，我就铺成6到8节课先从这个线性代数这边下手所以后面我们再来进入向量空间那种种的这个机制那后面再还要把那个整个那个3个证明那证明完以后，我还要再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做一个那个这个质数有无穷多个来检验这些方法到底你们学的怎么样好，所以原则上我就先在这一节先这边结束那我后面还有2节呢大家持续的努力OK。